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旭 Neil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风水学里非常重要的问题——横梁压顶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，但你可能以为只要看到横梁就是风水不好，但其实关键在于“压”这个字，梁有没有压着你常待的位置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析横梁压顶的各种情况和解法。首先，横梁压顶为什么会被视为卧室中的头号问题之一呢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视觉压迫感。躺在床上，眼前上方有一根横梁，长期下来会产生心理压力。梁会阻碍空气的流通，造成局部空气品质不佳。横梁上方容易累积灰尘，特别是老房子。横梁会改变房间的声学特性，可能放大某些噪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几种不同程度的影响。重度影响的情况下，横梁直接压在你的床上，尤其是头部位置，这种情况最严重。中度影响则是横梁在床尾或床侧，轻度影响则是横梁在房间其他位置，但仍然在你的视线范围内。那怎么解决横梁压顶的问题呢？第一个方法是用木作或轻钢架天花板的装潢，把横梁完全包住，让天花板变成平整的平面。这个方法视觉上完全看不到梁，彻底解决问题，但缺点是会降低天花板高度，施工费用也比较高。这适合自己买的房子，正在装潢的人。第二个方法是把床移动到没有横梁的位置，这是最简单的解法。测量一下房间内哪里没有横梁，把床移到那里。这个方法零成本，但可能影响房间的动线。第三个方法是，如果横梁刚好在床头位置，加装一个高背床头柜或床头板，让你的头部低于横梁的位置。关键是，梁不要直接压在你躺平时头部的位置。这个方法成本低，效果好，但需要挑选合适的床头柜。第四个方法是利用局部天花板造型来化解横梁，而不是全部包起来。例如，在横梁两侧做对称的造型天花，把梁融入设计中。这个方法比全包便宜，设计感强，但需要设计师规划。第五个方法是在横梁下方安装间接照明，如灯带，把光线往上打，让横梁的阴影变淡，减少视觉压迫感。同时，光线本身也有化解的作用。这个方法营造气氛，缓解横梁的压迫感，但无法完全化解。第六个方法是在横梁的两端各悬挂一个葫芦或水晶球，利用这些开运物件的能量来化解梁的煞气。葫芦有吸纳的作用，能够吸收横梁的压迫能量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但效果因人而异。第七个方法是在房间内加入对称的假梁，让横梁变成整体设计的一部分。例如，如果房间中央有一根横梁，可以在两侧各做一根假梁，变成三梁造型，让横梁不再是突兀的存在。这个方法化煞未用，设计感强，但需要木工技术。第八个方法是在横梁下方摆放大型盆栽，如发财树、龟背玉，利用植物的生命力来中和横梁的压迫感。这个方法美化环境，但植物需要照顾，且需要足够空间。最后，我要提醒大家一些常见的错误做法。很多人会在梁下挂布帘，但这其实没用。布帘反而会让梁的视觉感觉更重。另一个错误是在横梁下方安装吊扇或吊灯，等于把横梁的压迫感延伸下来，反而更糟。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觉得没关系，习惯就好。长期被横梁压着睡，身心都会受到影响。总结一下，横梁压顶不是什么不可破解的风水问题，关键在于你要正视它，然后选择适合的方法来处理。从最简单的移动床位到最彻底的天花板包梁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不要再让横梁压着你的运势了。看到这里帮我按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风水问题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聊更多有趣的风水知识，
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